常言道，没知识也要有常识，没常识就要常看电视。现代时代不一样了，不看电视没关系，看温拿说书就行了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准时收看温拿说书，为您随时补充新的知识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拿，欢迎来到温拿说书。今天要跟大家讲讲人类历史上最强的中二神小明的故事。在15世纪的时候，英格兰诞生了一个小男婴，叫做小明。当年因为没有汽车，小明没办法出车祸失去他的双腿，但他比失去双腿的小明更能干，因为在他出生前3个月，他老爸就死了，而且他老爸死的正是时候。我知道很多观众会骂我，别人死老爸，我还在幸灾乐祸。我没有幸灾乐祸，但小明就是因为他老爸死了，后来才有机会改变整个世界。等听完故事，你们就了解了。小明3岁的时候，妈妈改嫁，因为小明不喜欢他的继父，就把小明托付给了外婆照顾。小明小时候还曾经恐吓他的妈妈跟继父，要一把火烧了他们家。小时候的小明，个性沉默寡言，性格倔强，这种习性可能来自他的家庭处境。但他从小就展露出机械方面的天分。传说他做过一架模仿的模型，动力是用一只小老鼠。有一次他放风筝的时候，在绳子上绑着一个小灯。夜间的时候，村民看过去还以为是彗星出现了。他也喜欢绘画、雕刻，特别喜欢刻日晷。家里墙角、窗台上到处安放着他刻画的日晷。这样只要有阳光照射，他看的影子就知道现在几点钟了。12岁的时候，小明上了中学，因为离家10几公里，他寄宿在一位药剂师家里，让他又学会了化学跟炼金术的基本技能。17岁的时候，小明被退学。这边故事就分了2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是小明继父过世后，妈妈带着跟继父生了3个小孩，回到了外婆家。但因为妈妈跟外婆年事已高，只剩哥哥一个人可以工作务农养家。在人力缺乏的时候，小明的妈妈到学校去帮他办了休学，让小明回到家里面务农。但小明跟农村的生活不合，加上学校的校长还有小明当神父的叔叔都觉得小明应该念大学。跟妈妈商量以后，就让小明回到中学完成中学的学业。而小明不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还考上了剑桥大学的3一学院，并且领到奖学金。另一个版本是小明其实在学校闯祸，被学校开除了。回到老家后，聪明的小明不想要当农民，常常闯祸。妈妈跟哥哥实在受不了他。这个时候，中学某个老师也觉得小明是个天才，只是因为太聪明，跟身边人不合，才会闯祸。老师带着小明去剑桥大学参加入学考试，因为小明数学实在超强。当年的剑桥大学又特别喜欢这种天才学生，破格让他录取，还给了他奖学金。不管哪个版本，小明很聪明是真的，考上剑桥大学3一学院也是真的，数学天才更是真的。只是因为小明后来成为伟人，后人在写他的伟人传记时，可能为了隐恶扬善，有编一些故事在里面。这就跟当年我们台湾的教科书，蒋公从小在河边看到鲑鱼逆流而上，就知道做人要奋发向善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小明在剑桥大学时学了很多哲学跟天文学的知识，这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思想了，也包含了克卜勒跟哥白尼的研究。哥白尼就是发现地球是圆的，被判死刑的哥白尼。当小明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伦敦闹瘟疫，学校被迫停课，他只好回到老家，暂时住在农村里面。小明身为一个壮劳力，但他实在不愿意当一个农民。某一天苹果成熟的时候，他的妈妈跟哥哥叫他帮忙，他不愿意帮忙，就跑到一棵树下偷懒，在那边看书。不知道是一颗苹果掉在他头上，还是掉在旁边的草地上。他开始思考，为何苹果会掉在地上，不会直接飞走。这样小明大学读过天文学家研究的成果，他知道了定心定量这个技巧，他就利用这个技巧来研究为何苹果会掉在地上，最后研究出了万有引力这个公式。也是为了研究万有引力，
小明又发现了广义的二项式定理，后来发展成为现在的微积分。后来某一天，小明不愿意务农，又躲在家里埋头苦干，研究自己有兴趣的东西。刚好一道光穿过窗户的缝隙，照到一块三角形的玻璃，打在墙壁上。这个时候，聪明的小明发现，打在墙壁上面的光竟然是变成彩色而不是白色。之后才有一系列光学的研究。听到这边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小明是谁了，他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。之后的故事就没有分歧了。后人故意说牛顿的继父是牧师，他是在剑桥大学的苹果树被砸到头，才想到万有引力。这个故事其实是假的。牛顿的继父是牧师没错，但他继父的副业就是经营果园，这也是事实。不应该为了歌功颂德牛顿改编故事，牛顿的成就也不会因为他童年而有任何的折扣。牛顿伟大的地方，除了跨时代的研究成果，更重要的是他推广了定心定量这一套研究的技巧，还有就是他把科学研究变成了一种时尚。牛顿出名以后，当时的英国大家都想跟随牛顿当一个科学家，全国有闲有钱有权的人都在研究科学、机械等等，不做研究你就是 LKK， 跟不上流行。才有了后来汤马士、纽柯门发明蒸汽机，再后来又有瓦特改良了纽柯门蒸汽机，造成了工业革命。再加上同一时期，苏格兰哲学家亚当·史密斯，他研究了英国的工业体系跟金融体系，写出了《国富论》，后来发展为现代经济学。就是工业革命跟国富论，才诞生了现代资本主义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。因为《骇客任务4》这个电影要上映了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人类的潜意识，还有关于媒体洗脑等等的话题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不失踪。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